我以前有一个病人，他在新陈代谢科那个糖化血色素都在7.4左右，那维持了大概半年，来看中医之后，发现他糖化血色素下降到6.3左右。5个方法一茶饮让你轻松降血糖。第一个方法是改变吃饭的顺序。如果你还在吃饭配菜，其实你应该改善你的进食顺序。我们应该先吃一些低 GI 的食物，就包含像是蔬菜。饭前就可以先吃半碗煮熟的蔬菜，因为这样可以延缓胃的排空。第二，我们可以吃蛋白质。那蛋白质的顺序最好是豆类、鱼类、蛋类跟肉类。为什么要先吃豆类？因为其实豆类以黄豆来讲，富含85%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因此它可以减少血管的发炎反应。那接着我们为什么是要先吃蛋为优先？因为蛋的生物价是94，牛肉是74，高下立判。生物价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吃进去的蛋真的可以被我们身体利用的这个比率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吃淀粉，尽量找一些棕色的淀粉，像是糙米或是藜麦，才不会让我们的血糖过度飙高。但是如果你有慢性肾脏病，这样的食物比较富含磷离子，所以我们也要跟肾脏科医师讨论一下。当然，你可以搭配一些高医师的影片，助进食欲。人生有时候就跟香菜一样，什么事都没做却被讨厌；而人生有时候又跟吃生菜一样，什么都没加，索然无味。所以，如果你每天吃生菜，要注意你的酱料，因为这个千岛酱很有可能会让你的检验报告看起来白里透红，满满红字，别人从外面看还以为你是股票大涨。有一个人啊，他太胖了，想要减重，每天都吃生菜沙拉，结果过几个月之后，他的糖化血色素是有降下来，但是三酸甘油酯、胆固醇都往上飙高。问下去才知道，因为他吃生菜，刚开始搭配油醋，渐渐他忍不住就开始搭配千岛酱，甚至是美乃滋。45公克的油醋大约是41大卡。如果是千岛酱，则是139大卡；如果美乃滋，则是284大卡。你可曾在早餐店被老板叫帅哥美女，整个心花怒放就点了德式香肠、火腿三明治跟培根蛋饼？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些食物可能会增加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。根据2022年国际流行病学杂志研究110万人，发现只要1周摄取一次香肠、火腿、培根，或是17.4克的这些烟熏食物，会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12%。如果1周摄取5天啊，每天都想被叫帅哥美女，或是摄取29.8克的这些烟熏腌制食物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来到了31%。有时候你看别人好像花25块买饮料，中了1000万的发票，很羡慕。你持之以恒的做，可能会先中什么？先中糖尿病。那你会问说，那不喝饮料外食要搭配什么？吃生菜已经很可怜，建议我们可以搭配无糖的豆浆啊，因为豆浆它是水溶性的纤维，所以它可以延缓胃的排空，那促进肠道激素 GLP-1 的分泌，有助来延缓血糖上升。这段真的是很适合让味全拿去做打广告。总而言之，豆浆很有帮助。那我们饭后可以搭配一些无糖优格，它是有益菌，可以改善肠道菌丛。这些好菌啊，可以减少内毒素，减少发炎的前驱因子。如此一来，早餐店老板再也不用昧着良心，可以大声的叫美女来对子。糖尿病患者要吃多少纤维呢？根据2020年欧洲回顾，1万多个糖尿病1期、2期以及糖尿病前期的病人，发现只要把每天的纤维摄取量从15克提高到35克，就会下降什么？糖尿病医师的薪水嘛，会下降这个空腹血糖、糖化血色素以及胰岛素阻抗，还能够下降总胆固醇、低密度胆固醇以及三酸甘油酯。体重 BMI、CRP 也都会下降哦。这个片是动画打得很累，下降太多了，大家要记得。那我们一份的蔬菜有多少的纤维？大约是3到4克。一份的水果大约是2克。所以我们可以遵循5-7-9的原则，小孩服用5份，成年女性以及12岁以上的女性服用7份，而12岁以上的男性
可以服用9份。那你会问我要吃什么水果呢？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颗草莓，它很勤劳，每天敷面膜，后来它变成一颗番茄；另外一颗草莓很懒惰，不敷面膜，后来它变成一颗荔枝。所以没有丑草莓，只有蓝草莓。故事的结论是什么？不是要敷面膜，而是要吃番茄啦。因为番茄的升糖指数相对低，只有15。我以前有一个病人，他在新陈代谢科，这个糖化血色素都在7.4左右。那维持了大概半年，来看中医之后，吃一段时间的中药，发现他糖化血色素下降到6.3左右。所以我们1天1苹果，医生远离我；1天1茶饮，糖尿也是能远离你。那高医师开给他的处方是什么呢？就是大约是这样的一个组成：人参3钱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，降低胰岛素的敏感度；黄芪5钱，黄芪多糖则可以控制血糖。糖尿病在中医认为跟肺脾肾息息相关，所以我们要用山药来调节。另外用生地，它可以滋阴清热、养阴凉血，可以减缓糖尿病造成的口干舌燥。你觉得很难记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口诀，就是这是最常在黄山迷路的人参、黄芪、山药。他常常感到人生地不熟，人生生地，但这却是能让你血糖走回正路哦。前阵子的触犯虽然让人家不小心动手了，一触即发，触犯法律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醋酸可以减缓食物从胃移到肠子的时间，因此可以让碳水化合物被消化的速度下降，来帮助调控血糖。那醋酸也会促进周边的组织来利用葡萄糖，减少这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循环，所以可以抑制这个消化淀粉酶，那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分解，进而可以降低血糖。一个会吃醋的女人，她的调查能力会比 FBI 探员更强。一个懂得吃醋过生活的人啊，他调控血糖的能力啊，可能比医生更厉害。那过去有一些研究发现说，只要饭前吃30cc 的醋，可以让血糖上升的速度下降大约20%。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餐间啊，或者晚餐或是睡前都搭配一些醋。但记得啊，不要用太甜的醋，否则吃了之后你的血糖还是有可能飙升哦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每周六晚上7点，高医师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